Fancy Fish 鱼漫游。这是我们第2次来意大利，这次计划去相对冷门的地方。第1站博洛尼亚，第2站西耶纳、佩鲁贾，然后一路向南到达南意海岸，住在阿杰罗拉、辐射那不勒斯、阿马尔菲、索伦托。之后在意大利靴子尖乘坐渡轮抵达西西里岛，在陶尔米纳停留2天，穿过埃德纳火山来到西西里岛首府巴勒莫，并以巴勒莫为中心去往特拉帕尼、阿格里真托、马尔萨拉等，再从巴勒莫乘坐夜航游轮穿过蒂勒尼安海，到达意大利北部城市热那亚，回到米兰。但旅行并没有结束，而是还了菲亚特，重新租了一辆车，以博尔扎诺为中心，围着多洛米蒂转了几天，先后去了科尔蒂纳丹佩佐、维罗纳、维琴察等，最后再返回米兰。不计算游轮的里程，全程大约4800公里，共21天。运气不错，租到了向往已久的意大利经典小车菲亚特500，而且还是红色帆布圆顶敞篷版，米色与红色搭配的复古仪表盘，手动6档。启动发动机的那一刻，那把普通的车钥匙似乎如魔法棒一般，开启了新的旅程。从昨天租车到现在，这一路上没看见几个红绿灯，倒是环岛不少。后来发现意大利环岛是路口的主力，而且花样繁多，有时候一颗盆景、一块大石头就是环岛。从环岛驶出，在官网上预订了2晚的博洛尼亚 Holiday Inn， 距离历史文化中心6公里。意大利为了保护历史文化中心的古迹建筑和减少交通拥挤，对非本地牌照的机动车辆实行严格的交通限制，所以把车停在公共停车区，乘坐公交车进入是最好的方法。看到这个红色圆圈的标志，就说明这里是交通限制区域，违规驾驶会被处以高额罚款。博洛尼亚是意大利生活品质最高的城市之一，但名气并不响亮，听起来显得陌生。可是在意大利人心中，博洛尼亚是美食圣地，拥有很多地道经典且闻名遐迩的美食。我们也坐了下来，点了经典的博洛尼亚肉酱面和肉汤饺子以及热红酒。肉汤饺子比较一般，但肉酱面相当好吃，面是扁的，又软又筋道。更没有想到的是，这款肉酱居然是世界文化非遗。博洛尼亚的冰淇淋也很出名，虽然不像罗马那样冰淇淋店遍布全城，但 gelato 开心果和榛子口味相当独特，甜中带一点点苦，很好吃。雨夜中的博洛尼亚呈现出别样的风情，石板路反射着拱廊的曲线，线条模糊但充满层次，色彩被晕染的柔和，像极了一幅水墨画。旅行时住宿如果超过3天，我会选择 Airbnb， 1到2天就住 Holiday Inn 或 Booking.com 上订酒店。好处是可以累计积分兑换免费的住宿。天气不错，老天昨天赏了一个雨景，今天又可以感受阳光下的博洛尼亚。这2天都是把车停在这个生活区的免费公共停车位，搭乘公交车进入历史文化中心。博洛尼亚还以拱廊而闻名，拱廊遍布全城，总长度达到40公里。当年世界第1所大学博洛尼亚大学建立后，城市人口暴增，拱廊既能扩充居住面积，还不占用道路，真是兼具了实用和美观。几个世纪下来，拱廊的风格也从中世纪到文艺复兴到巴洛克多种多样。博洛尼亚的经济和文化很发达，是欧洲最大的展览中心，经常举办各类展会。
而且古老的拱廊把各式各样的现代商业连接在一起，走在其中会有时光穿越的感觉。更多博洛尼亚的建筑、文化、美食等内容，请在频道观看《美食与拱廊之都博洛尼亚》。早饭后装好行李去托斯卡纳的锡耶纳，之前先要去加油站加油。拿到车以后，这还是第一次加油。意大利有很多无人服务的自助加油站，先插入银行卡进行预付款，一般是100多欧元，然后自动退回多余的金额，只是退回的周期比较长。当时没搞懂这个逻辑，还以为被坑了。沿着蜿蜒的公路，我们驶入了托斯卡纳，阳光明媚，绿草如地毯一般铺在大地上。3月中旬，路边的梅花也开了，星星点点的浅紫色小花点缀在绿树丛中。从博洛尼亚到锡耶纳，车程约200公里，3个半小时。选择走乡间公路太正确了，一路上丘陵连绵不断，蓝天白云、绿草、树林、房舍，就像在欧洲风景画中行驶一般。我们的红色菲亚特在托斯卡纳的阳光下闪着温暖的光泽，车轮碾过碎石，发出好听的沙沙声。在 Airbnb 上订了这套乡间别墅改造的民宿，楼道墙壁是托斯卡纳经典的米黄与红色。推开厚重的木门，目光立刻被古色古香的家具吸引。最让我心动的是这个古典风格的卫生间，手工烧制的绿色瓷砖，每一块都带着微微不规则的釉面光泽，将白色卫浴衬托得更加精致。更有意思的是老式马桶水箱，拉绳末端带一个精巧的陶瓷坠，拉动拉绳，哗啦的水流声唤起了我小时候的生活记忆。推门出来，步入庭院。现在是淡季，住客不多。这个庭院这4天就供我们独享了。庭院不小，一看就是被精心设计和维护的，简洁又有层次。庭院一角，一个盆栽橘子树立在陶土花盆中，树上挂着几颗未成熟的橘子。红色菲亚特此时安静地停在角落里，树林间白色的小花星星点点地绽放，鸟儿的鸣叫声从树林间传来，心头涌起一种安宁的满足感。安顿好了，第一件事就是采购4天的食材。Gonad 是意大利本土规模比较大的连锁超市，食品丰富，尤其是火腿、肉肠、奶酪种类多样，价格也不贵，是我们意大利旅行期间经常去的超市。我觉得这种就可以。在博洛尼亚吃过的肉酱面印象深刻，特意买了牛肉末和肉酱，晚餐就复刻这道菜。其实面买的不对，应该是扁而宽的那种。
是这个意思吧？我做的有一点干，但口味相似度80%。民宿对面的公交车15分钟一班，10多分钟就进了历史文化中心。步入古城，漫步在上千年历史的窄巷子中，砖红色的石墙蜿蜒伸展，墙面被岁月打磨得温润而斑驳。走着走着，就到了锡耶纳大教堂。正午的阳光下，大教堂黑白相间的大理石亮得刺眼。先去其他地方转转吧。当地人利用旅游淡季进行修缮，电锯声、敲打声此起彼伏。正午看大教堂太刺眼，却是在坎普广场俯瞰全城的好时候。我们爬上160多级台阶，到达钟楼顶，来了个 panorama。锡耶纳的全景如一幅中世纪画卷在眼前展开，砖红色的屋顶连绵起伏。正午的阳光下，阴影被压缩到最小，古城的每一寸轮廓和纹理纤毫毕现。前方锡耶纳大教堂的塔楼高高耸立，周围托斯卡纳的丘陵层层叠叠伸向天际。想这事儿，从钟楼下来，在附近的咖啡馆品尝锡耶纳特产杏仁酥，忽然又想起3天过去了，加油的50多元余款还未退回。Rock 说：“别想了，我们是来玩的。”夕阳西下，傍晚的余晖轻轻笼罩着锡耶纳。我们返回大教堂，被阴面的大理石黑白纹理变得柔和，向阳面的外墙在暖阳下又变成了温暖的橙色。正值春假，学校组织学生旅行，孩子们坐在教堂门前的台阶上，一束光洒在他们身上，既有一种舞台感，又有一种神圣感。今天驱车1个半小时来到佩鲁贾。佩鲁贾的历史文化中心坐落在丘陵山顶，我们将车停在山下的免费停车场，乘坐 Mini Metro 进入。哇，全红色内饰，还有自行车的放置区域，红红的。外面经过的停车场，我们的菲亚特就停在那里。Mini Metro 的外观是银色的，内饰红色，轨道也是红色，整个系统有点像缆车，又有点像机场的捷运。很多人知道佩鲁贾，多半是因为意甲球队吧。其实佩鲁贾早在公元前8世纪伊特鲁里亚人时期就存在了。现在城里保留了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的一系列建筑。看这些大石头，可都存在了上千年了。这个拱门可是公元前8世纪伊特鲁里亚文明时期的产物，如此古老的建筑就在眼前，实在令人震撼。坐 Mini Metro 返回停车场，原来它是这样掉头的，真有意思。更多锡耶纳与佩鲁贾的古城内容，请看频道专辑《托斯卡纳的历史名城与田园风光》。菲亚特500虽然车小，但内堂挺大，3个行李箱，2个双肩包放进去，还有不少空间。巴拉前方是南意大利海岸阿马尔菲。从锡耶纳到阿马尔菲车程约520公里，大约8个小时。我们走了一部分乡间公路，看看景色，然后上了高速。意大利高速公路收费标准
是每公里0.07到0.08欧元。很多收费站无人服务，入口处的机器自动吐出一张计费卡，出口时可以走现金通道或者刷卡通道，将计费卡插入，显示金额，支付现金或者刷卡即可通过。一路上经过很多这样的古城，因为亚平宁山脉贯穿意大利，尤其是中部和南部多山地丘陵，因此许多城镇坐落在山坡上。左前方好像是维苏威火山。为了避开阿马尔菲昂贵的住宿，我们选择了阿杰罗拉的 Airbnb。阿杰罗拉位于阿马尔菲20公里远的山上，风景好，空气好，有小瑞士的称号。山间公路曲曲弯弯，很多是 U 型弯。Google Map 上看着道路都重叠了。早上被教堂的钟声敲醒，广场上的人看上去是去众神之路的。众神之路是意大利著名的徒步路线。古罗马神话中，众神拯救被海妖迷惑的奥德修斯途经这里而得名。全长约2小时山路，一路平坦和下坡，可以欣赏到阿马尔菲漂亮的海岸。南意的气候温暖舒适，虽是3月下旬，但已经是初夏的感觉。打开菲亚特车顶棚，享受一下阿马尔菲海岸的海风吹拂。好了，风完了。现在我们正沿着阿马尔菲到波西塔诺这一段欧洲最漂亮的海岸公路行驶。进入波西塔诺，可惜没找到合适的停车场，只好这样坐在车里慢慢的开，边行驶边看景。这条街是不少电影的外景地呀。幸亏是旅行淡季，不然这里恐怕车多人多，很难行驶。碰到一个空地儿，赶紧停车拍照，不然就错过去了。波西塔诺漂亮的不真实，像不像一个大沙盘？继续沿着海岸公路，穿过索伦托半岛，到达北部小镇索伦托。就是大家熟悉的那首那不勒斯民歌《重归索伦托》的主角。这是个美丽的海滨小镇，淡黄色和奶白色的墙面泛着柔和的光晕，街道铺着光滑的石板路。夕阳下，那不勒斯湾披上了金色薄纱，我们遇到了最后一场光影盛宴，余晖像融化的金色液体洒在海面上，化作一条金色的光线。更多关于索伦托、阿马尔菲海岸风光，请看频道专辑《阿马尔菲》。我喜欢在哪里旅行就做哪里的特色美食。今早做了风味火腿加番茄和奶酪，一款意大利街头的常见小吃。早饭后又出发啦，今天是那不勒斯。
前面说过，一颗盆景就是个环岛，这不就看到了？那不勒斯的名声不太好，脏乱小偷多，但这只是硬币的一面，而硬币的另一面却是那不勒斯拥有中世纪文艺复兴和巴洛克风格的教堂、城堡、圣殿等历史建筑，以及丰富的美食和市井文化。只可惜来之前我并没有认真去了解这个城市，人云亦云，以至于走马观花，潦草地看了个表面。但是短暂的旅游，我反而很喜欢那不勒斯的市井和热闹。所以旅行不能存在偏见，要用自己的五官和心去感受、去体验，因为也许一个地方对你的意义与别人是不同的。昨天品尝了火山形状的披萨，今天就登上维苏威火山，近距离感受一下埋了庞贝的维苏威究竟什么样子。其实火山并不大，可是火山上看那不勒斯湾倒是相当震撼。庞贝又是一个令我意外的地方，没想到保存得如此完好。火山把庞贝的日常生活瞬间做了个定格。更多那不勒斯、维苏威火山、庞贝的内容，请看频道专辑《火山下的废墟与披萨箱》。6天很快就过去了，我们要离开这个干净舒适的公寓，继续旅程。下一站是西西里岛。现在是在高速上，沿着亚平宁山脉向意大利靴子尖的位置前行。这里有南意大利的野性与辽阔，天空之上大团大团的白云如棉花糖般蓬松，慵懒地漂浮在山上。丘陵变得开阔，一幅幅壮美的画卷映入眼前。开了450公里，5个小时，傍晚来到靴子尖上的小镇圣乔瓦尼，乘坐渡轮大约40分钟即可到达对面的西西里岛小镇摩西拿。大概估算了一下，这14天的总花费约2500欧元。我们上了渡轮，下一期请继续观看美的像花园的西西里岛，以及群山巍峨多姿的多洛米蒂。